很高兴今天来到艺术家 Yuri 的展览现场。看完他这些作品呢，我很想说，在算法的时代呢，真正的艺术是对完美的一种反思和审视。他很长的时间呢是一个商业摄影师，大家都知道摄影呢是捕捉光的艺术，也是二维的平面的。今天我们看到他现在的这些作品呢，感觉更进了一步，他好像不满足于捕捉光，而是要铸造光。我们看到这些作品，这个画布上凸起来的这种绳结，这些像伤疤一样的裂痕，还有这种厚重的金箔。那么这些作品呢，你如果在手机屏幕里呢，你是体会不到那种物质感的，你也感受不到在这种不同角度光影构建出的那种像迷宫一样的这种三维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身临其境的到现场来看展。因为在这种数字图像泛滥的这种当下呢，这种真实的触感呢，应该才是最奢侈的。那么 AI 呢是可以生成模仿金色的这种像素，但是呢，感觉永远也生成不了这种金箔在这种光影当中的这种颤动形成的那种场域。那么我们如果不看标题，只看画面，最直观的一种感受呢，就是那种融合的冲突感。听起来感觉有点玄妙，但你了解 Yuri 以后呢，你就会很释然。我几年前认识 Yuri 的时候呢，知道了他的一些过往。出生在拉脱维亚，小时候呢受的是西方艺术的熏陶，但他骨子里呢却是很迷恋东方的哲学。大家也看了，他呢用的语言是西方的，像塔皮埃斯的那种粗粝的，甚至是有点暴力的这种物质拼贴，但是呢，他表达的这种核心呢，又像是这种东方的原相空轮回这种感觉。很多西方人呢在表现东方的时候很容易就是画成那种猎奇的明信片，或者是直接挪用一些东方的美学元素。但 Yuri 呢他不是这样，他用这种类似于废墟一样的肌理呢去构建了一个精神的庙宇。我们看到这些黑色呢，它应该不是虚无，给人感觉是装满了整个宇宙的空。这些金色呢也不是财富，代表的是好像是一种神性。它是在用这种最狂野的物质呢去讲这种最安静的精神。这种张力，这种冲突呢，是我觉得是 Yuri 的作品最打动人的地方。我记得上次去 Yuri 家里，第一次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提到了 Kiefer。Yuri 呢也说，受到他的一些影响和启发。那么熟悉当代艺术的朋友都知道 Kiefer 呢是专门用稻草、灰烬、铅、这些金属这些材料呢去表现这种历史的废墟和创伤。大家看 Yuri 的这些作品呢，就是像那种烧焦一样的肌理，这种沉甸甸的这种物质感，确实有 Kiefer 那种废墟美学的这种影子。我想这种共鸣呢，应该是来自他年轻的时候，在当时的这种体制下，那种压抑呢，他不堪忍受，之后呢，流亡到西方的那一段经历。他呢没有用这种漂亮的颜色去试图去掩盖过去，跟 Kiefer 一样，他是把这种痛苦、断裂、粗糙的这种记忆呢，直接堆在了这种画布上。但不一样的是呢 ，Kiefer 呢废墟呢是这种灰暗的、沉重的，而 Yuri 呢，他在这种废墟上呢，他铺上了金色。我感觉他是把那些流亡的伤口呢，用金箔封印，然后变成了这种神性的这种圣坛。这就是他的这种超越之处。在我看呢，也是他作品的精髓。他是在这种废墟之上呢，重建了信仰。这恰恰也印证了呢，我们说艺术不是用来粉饰太平的，而是用来转化痛苦的。他把这种流亡的孤独、文化的断裂，全部封存在了这种厚重的颜料里面，让它变成了一种永恒。最后呢，我想说，在这个大家都习惯了快速的这个滑动屏幕，习惯了这种短视频几秒钟一个接一个的这种爽点的这种时代，那么 Yuri 的作品呢，就像是一针镇静剂。它呢强迫我们慢下来，强迫我们移动身体，从不同的角度呢去凝视这些物质。无论现在这个 AI 进化的有多么强大，人类的这种粗犷的、充满纠结的、带有体温的这种创造力呢，应该是永远不会被替代的。看完 Yuri 的这些展览呢，也给我一些启发，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那么现在 AI 时代的艺术教育呢，
不应该再聚焦于某一些技能的掌握，而是应该回归本质，用艺术呢去表达这种真实的感受和自我，在这种创造中呢去形成完整的思维，培养这种对未来不确定的这种素养。